经历2个多小时的飞行，下午1点多，他抵达了全国唯一一个省市同名的城市。刚出航站楼，就看到了张哥。阿浩，这边。张哥，等久了吧？哈哈，我可是掐着点来的，饿了吧？不过咱得再等会，刚子的飞机2点半，接到人一起吃饭。在飞机上吃了。张哥给他打了一支烟，快过瘾。林浩大笑着接过，就着张哥手中的火点着烟，深吸了一口。我第一次坐飞机比较早，当时机票可难买，不说专门服务于达官贵人和老外，但平头百姓确实难买票。那年我19岁，还是蹭我一个叔公的关系，从长春到京城去。乖，那时候的飞机服务比现在都好，不仅可以在飞机上抽烟，还有毛子喝，真过瘾。张哥说的眉飞色舞，显然对于那一次的经历印象深刻。那你没喝醉？那时年轻酒量足，不过下飞机时也晕乎乎的，反正那一趟别人赚没赚我不知道，我可是喝了近1斤的毛子，年轻嘛也没啥不好意思，喝完1杯我就要，哈哈。2人皆是大笑起来，脸皮厚吃个够，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。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，很快时间就到了，又等了一会，就见一个戴着大墨镜的男人走到了面前。张哥，阿浩，咱又会师了。去掉墨镜，2人才认出是李刚这货。好了，人员到齐，咱先吃饭。林浩看了眼李刚，后者开口：张哥，都在飞机上吃过了，咱要不现在出发？我感觉千年人参在向我招手呢。张哥笑着摇头，真以为是种的大白菜啊，机缘好的话，跑个半年山跑到1株10年生的，那就是顶天的运气了。100年的我也就见过一回，还是在拍卖会上见的，1000年那玩意早成惊为天了。原来是这样，我看小说动不动都是千年人参、千年灵芝啥的，感情是骗人的啊。似乎感觉和自己想的有落差，李刚面带郁闷。人参有没有1000年的不知道，但灵芝肯定没有。为什么？李刚将自己的行李塞进后备箱，自告奋勇地坐到副驾驶位，这才问道。林浩自觉地坐到了后排。张哥开的是一辆老款的别克林荫大道，这车是有名的油老虎，但美系车有个显着特点，那就是耐，而这款别克在 B 级车上也算是大的，所以后排空间很舒服。阿浩，你应该知道，给这货解释一下。张哥通过后视镜看了眼林浩，示意他回复。小李子，换个称呼，不然我和你没完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险恶用心，我看过大太监李莲英。李刚的怒火倒是让张哥和林浩再度大笑了起来。叫你刚子成了吧？千年灵芝本就很扯淡，因为大部分灵芝都是1年生的，不采就会腐烂。李刚瞪大眼，他还真不知道这些，看向张哥。阿浩说的是真的。也有少数多年生的，但目前有证可查，最长寿的应该是树蛇灵芝，那也只能长个70、80年，100年都到不了。哎，和你们在一起真没意思，显得我特没文化。哈哈哈，没事，我们不怪你。张哥，整个东三省是国家早期的重工业基地，你有认识采矿的人吗？那你可问错人了，这边就有一个家里玩这个的。林浩一愕，从2座中间探头看向一脸傲娇的李刚。刚子，我叔是开矿的。哼，一般般，也就参股了2座矿山。后世有句口头禅，说人把钱不当钱，通常会说你以为你家有矿啊？没成想这货家里真有矿，怪不得这小子到处溜达，说来这就来这，看着像整天不务正业的。采啥的？铜都是参股的，我国大部分金属矿藏不允许个人开采的，但允许个人投资参股。我爸的公司就掺了一点。其实包括金矿在内，都是国字号控股，允许有开采资质的自然人参股，但说白了还是得看关系。林浩心思一动，再度问道：铜矿里有半生矿吧？半生矿很多，多是铅。对了，还有黄金，那看着才漂亮，可惜含量太低，按我爸的说法，聊胜于无。林浩不知道该怎么说，总不能直接告诉2人自己在美国买了3万多亩的土地，打算用来淘金吧。思忖片刻，他还是道：刚子，你们那矿工多吗？多啊，那一片壮劳力基本都在矿上。今年效益好，我爸说铜都涨到了8万多1吨，历年新高了，所以大家的日子也好过起来。国字号企业就这点好，效益好时，从正式工到临时工日子都会好过些，讲究的就是一个雨露均沾，领导们吃肉，总会让小喽啰们喝2口汤的。有无事可做的吗？不是，你到底要干啥？咱兄弟你就明说，能帮的我帮，不能帮你也甭是他了。李刚虽然纨绔了些，但又不是傻子，林浩一直这么打听，自然是有事的。我叔有时间吗？我想抽时间去拜访一下，有点事想请教。李刚也是痛快人，直接掏出手机就拨给了自己老爹。爸，我有个兄弟，就是上次海钓认识的，对，我说过的那个，叫阿浩，他想拜访你。挂了电话，李刚一拍胸口，
没说的，我们齐鲁的汉子没别的优点，就是好客。林浩想从国内拉一支队伍去淘金，一是大家都是国人，坑自己的可能性会低些，而且同种同言，总会更好相处。再就是出国看似很苦，但林浩肯定不会在待遇上克扣他们，一年工作几个月，保底也能赚个10几万，在当下收入相当不菲了。这笔钱与其给别人赚，还不如给自己人。这离抚松远吗？有点距离，300来公里吧。反正天黑前我们肯定能到。今晚咱吃大锅灶，我已经叫人准备了。有野味吗？来咱这旮瘩还缺这个，不过现在好多开始保护了，狍子、野猪这些大的不成了。三人路上并不缺少话题，聊得还算热络。这么说还要3个来小时啊？张哥，你要开累了跟我说，我换一会。再过2年你们来就好了。白山机场已经在建，这段路不算啥，你俩要是累的话就迷会以前。我一个人一天能开13个小时的车，那时候还是大解放，开着贼带劲。不说转方向的用吃奶的劲，就是挂个档也得呲着牙。张哥，那你学车够早的呀？哈哈，说出来也不怕你们笑话。我家兄弟姊妹3个，我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，都是做干货生意的。当时我爸就说，等我初中毕业就让他俩带着我入行。那会小叛逆得很，初一刚读完我就不干了，想要去学车，然后不顾家里人反对，就拜了师，跟着师傅跑长途。我师傅呢算是挺好酒的，车上二锅头是少不了的，经常一边喝酒一边开车。现在你们很难想象吧，但在当时还算正常，且他也不是唯一的一个。那时车子少，我师傅酒量又大，他是部队汽车连退下来的，不仅会开还会自己修。偶尔晚上酒喝多了就犯了，他就让我开。那时身子还没完全敞开，个头不够高，大解放你们估计不知道，座位高，我坐着就够不着油门刹车，我师傅就让我站着开，我一直就这么站着把车学会了，开了有近1年。后来呢？李刚也来了兴趣，学了2年车，到15岁时，我回家找爸妈，告诉他们我要买车跑运输，我要把老家留给我的宅子抵给大哥大姐，让他们借我钱。哥姐不愿意，倒不是说舍不得那钱，主要是我年龄小，那时跑长途很危险的，倒不是说怕我开车技术不过关，主要那时拦到的太多，情况好的抢钱抢货，不好的那就直接连司机一起做了，所以不管我怎么闹，家里人就是不同意。然后我就跑出去混了1年，年龄小，经常挨揍，被不少人教过做人，然后就老实回家，跟着哥姐后边做生意了。张哥说的有意思，两人也听得哈哈大笑。中途他们找了个加油站，人放了水，车加了油之后继续前行。李刚又说起自己小时候的事，总结起来就是一个有钱的20组的10几年中二生活。阿浩，说说你，我和张哥都说了。我没啥好说的，小时候就是天天学习。切，你就装吧，这车上就咱仨，你装给谁看呢？李刚很不相信，天天学习，那是正常孩子能干得出来的吗？我考上了京大，当时是我们县里的状元。真的假的？张哥也吃惊了，他们只知道林浩家底不错，是个非常精明的渔民，还真不知道还有这么厉害的一面。不对啊，你不说在村里都干2、3年了吗？你才多大，那么早就大学毕业了？林浩苦笑着道。谁说我毕业了就不带中途退学的呀？好吧，我是被学校劝退的。哟，具体说说，我可乐意听这个。李刚顿感好奇，连张哥也通过后视镜向他投来了鼓励的目光，就有那种小伙子勇敢点，大胆说出你的经历的即视感。林浩也不再隐瞒，便将自己如何退学，如何连累兄弟的事给说了。两人对于尹娜没有发表意见，一个瞎了眼的女人实在没啥好评价的，倒是对大玉的义气大加赞赏。改天一定要介绍大玉给我认识。李刚有一点豪气劲，就喜欢这样的人，估计两人见面聊嗨了，斩鸡头拜把子的事都能干出来。一路上三人各自聊着曾经，时间过得快，路途也好像变得近了很多。进了抚松地界了。张哥，这里离松花江远不？就在旁边，这次来别急着走，我这几天也不忙，到时咱仨到松花江上钓个1、2天鱼，再去林子里碰碰运气。这个季节蘑菇很多的，榛蘑、粘团子、烫子蘑都不老少，还有蓝莓、圆枣子和冰果之类的。冰果是啥？为脱衣的野生毛榛子。哟，看不出，阿浩你还懂得不少。张哥没想到林浩居然知道。我姐夫家也是山区，我们那虽说榛子少，但偶尔也能碰着野生的。他之所以知道，还是依托于前世几个东北朋友的介绍。太阳落山，能见度下降的极快，没一会就昏暗的看不清了。好在这一会也快到了，又开了10多分钟，
到了一个算是小镇的地方，三拐两绕的，车子停在了一个院子的前边。到了，下车吧。小春子，咋这么晚呢？李刚下车拿了瓶矿泉水正在喝，听到男人对张哥的称呼，他直接一口水就呛了，疯狂的咳嗽着。没事吧？这么大的人了，喝口水都能呛到。林浩上前在他后背上轻拍了2下，李刚气喘匀，还是没忍住笑了起来，压低声在林浩耳边道：不要叫春好不好？行啊，也不怕张哥揍你。李刚显然是看过周星驰版的《鹿鼎记》，所以听到男人对张哥的称呼，想到了海大富给韦小宝起的名字小春子。行了，也不知道你俩在笑啥。张哥也跟着笑了句，这才给两边人介绍。男人叫栾荣，是张哥的发小，现在也在帮着他收山货，算是一个小的收购商。张哥生意做得不小，像这样散落在各镇的小收购商，他手头上不下20个。到了季节收农人山货，收好之后，他再来车拉，给这些小收购商一个合理的差价空间。只要懂得让利，再加上人面熟，生意便能慢慢做起来的。快进家坐，铁锅都炖了2小时了，吃口热乎的，咱再聊。栾荣热情地邀请两人进家。你咋跟个女人似的，走哪都带这么多东西？李刚都惊了，他就带着一个包，没成想林浩居然带着大行李箱，而且一带就是2个。走进东边屋，林浩先从行李箱中拿出3个礼盒，接着又掏出几个红包，递了2个给李刚。给我红包干啥？咋的？还想在我面前冲大背？林浩那个气啊，这货咋就能活得这么没心没肺呢？你到人家做客，总不得表示一下，这2个红包让你给孩子的。李刚轻哦一声接过，又看了一眼林浩为合上的箱子，叹了口气。阿浩，你还真细心，要是个女人就好了，我肯定娶你过门。滚，就像老子能看上你似的。闲话2句，两人出来，林浩将盒子挨个递给3人。我跟刚子准备的一点小礼物，也就是个意思，哥嫂可千万别推辞。栾荣还想推辞，却被张哥给挡下了。阿浩的一片心意，你就收着吧，都别客气了，天不早都饿了，大家快坐，咱开吃。张哥的一句话结束了几人的客套。今晚喝你的还是喝我的？张哥不时会在他家请客，也就放了不少的酒在这边，所以栾荣才会有此一问。喝你的，挺长时间没喝，还真有点想。栾荣笑了笑，转身进屋，没一会抱出一个透明玻璃的大酒坛子，是自己泡的酒，里面最显眼的原材料就是根人参。这是你们荣哥自己上山挖的参。栾荣矜持一笑。2年前我上山时运气好，碰到了一株6品叶的，没舍得卖。去年自己身体有点小毛病，索性就泡了酒，自己没事喝点。这也太贵重了，我们喝普通的就行。林浩赶忙婉拒，人家拿来保养身体的，那等同于良药了，自己喝了不合适。没事，这老小子就是怕死。今年初我带他去长春检查的，屁事没有。栾荣也跟着哈哈大笑，把几人的杯子聚一起，然后用酒勺开始打酒。泡参的酒可是榆林头曲，我托朋友亲自去酒厂接的。张哥，6品叶是啥意思？李刚接过酒闻了闻，扑鼻的药草味，也能闻到一股子甜香，应该是泡的时候放了冰糖之类的。想到刚刚有个词不懂，便开口问道：山参跟家里种的姜有点类似，参是其根部冒出土的有茎和叶子，茎的粗细决定芦头的大小，而叶子的形状和多少则大概能看出出始的年份。1年生的子苗我们叫三花子，茎还没有分枝，茎头有3片嫩绿的小叶，看上去呈卵状。2年生叫巴掌子，也不分枝，但茎头原本3片的叶子变成了5片。3年生叫二夹子，这时茎就会长出2个分枝，分枝有5片小叶，这时还是不论品的。4年生叫灯台子，再多分出1小枝，勉强能算是3品叶。5年生就叫4品叶，跟名字一样，隔灯台子的基础上，中间还会多出1枝，这时就会开出人参花了。6年是5品叶，7年以上是6品叶。那有7品叶吗？李刚又问道。林浩也听得很认真，这些他也是第一次听说。张哥和栾荣相视一笑，由后者接着补充道：有，但是非常少。7品叶和8品叶据说都有，但这玩意儿有说是代表年份，有说是长畸形了，反正我没看到过。说到这里，栾荣又说出另一个知识点。其实品数的多少并不绝对就代表参的年龄。这句话又让邻里两人懵了，刚刚还说几品代表几年参，现在又说不绝对，这是什么个道理？栾荣举杯道：咱别顾着聊，来走一个，欢迎2位老弟的到来。4人举杯碰了一下，林浩尝了一口人参泡的酒，药材放的较多，
再加上放了少许的藏红花和大量的冰糖，所以味比较杂，好在还挺好喝，倒是不苦。栾哥，你再给我们说说参林的事。林浩重启话题，他是真的好奇。这事说来很简单，人参沃土很浅的，要是不小心人动物踩中，或从鸟啄过碰了炉头，它都会停止生长。有时候就是天气原因，冬天太冷或夏天枯叶大雨等情况，都会导致它停止生长，而它的茎叶会迅速的枯萎。隔个几年，它又会重新发芽，有的发出来就是4品或5品叶，但有的发出来也只有2品叶，但年份说不准，已经是10几20来年了。原来人参还有这个特性，林浩这也算是长见识了。栾哥，有100年的正宗野生参莓，我打算买1支回去送我爸。李刚的话一听就带着一丝暴发户的无知感。好吧，林浩要不是之前张哥说，他或许也会这么问。别说100年的了，就算是20年的，我都要打听。李刚听说100年野山参可遇不可求，面上顿显失望。他这次来玩不假，但同样抱着跟林浩一样的想法，那就是找1、2只好参回去。栾哥，你这是多少年的？林浩看向酒坛中的参，是整根泡的，但因为玻璃瓶和酒水的双层折射，也看不清参具体的大小。11年，重量在5000多点，算是大参了。栾哥说了，真正的野山参生长极其缓慢，重量和个头的大小并不一定和参龄成正比，有的20年参说不准也才3000多，而有的7、8年参说不准就能长到8000或1两，养殖的则长得更快。至于如何判别参龄，栾哥也只是简单的说了一下，主要是属炉头的圈纹，当然也可以通过参体的颜色和皱纹作为参考，但因为手头上没有人参，所以说出来两人也不怎么听得懂。好了，小课堂时间结束，咱干点正事，今晚也别多喝，1人4杯就妥。张哥说着便举起了杯子。林浩听得头皮发麻，这杯子应该是3两3的，4杯就是1斤多呀。多吃点菜，反正晚上都歇这，咱慢慢喝不急。栾哥是好人，拿着筷子示意大家多吃点。今晚的菜品不多，但胜在量大，而且极具本地特色，小鸡炖蘑菇，大鹅炖的林蛙，还有一锅子酱焖鱼。见张哥拿了一个包着吃的很享受样子，林浩实在受不了，问道：张哥，啥味？张哥一怔，挺鲜甜的，放心，这都是你栾哥今天现抓的新鲜找呢。不是，这个我们家一般中辣烧出来。林浩委婉地说道。他这里所说的家，自动带入了上一世内陆城市那个家。至于现在的家，当下本地人吃小龙虾的非常少，大家都认为小龙虾太脏，而且吃着太费功夫，有那时间还不如去钓2尾海鱼来吃呢。你们家也有小龙虾吗？全国哪个地方没有？李刚到现在也没动那盘子虾，他的认知和林浩一个样。张哥这才反应过来，这两家伙认错了。你们说这是小龙虾也没错，但在我们这叫辣菇，属于冷水虾，而且小龙虾是啥水都能养活。但辣菇不同，对水质要求很高，稍有污染的水质，它们就会灭绝，没有那股子土腥味的。你俩尝尝自己家。林浩半信半疑的加了一个，怎么看都跟小龙虾一个样，剥下来的肉也和小龙虾没有区别。但入口之后，他知道自己还真是认错了。微甜，咽下之后回甘很明显，肉感紧实有弹性。虽说虾香味没有海龙虾那么浓郁，但纯论鲜度稍有过之，好吃。李刚尝了一个后，惊喜地说道。林浩连吃了2个，张哥等得有些不耐烦了，不能一直剥虾呀。来，再走一个，欢迎阿浩和刚子来我们大东北玩，干了！不等林浩说话，张哥举杯就是一口闷了。这杯酒3两多，刚刚可就喝了一口，至少还剩2两多呢。但张哥已经完事，他也不能再说啥，喝吧。一杯喝完后，栾荣起身又拿了2瓶白酒出来，对着2人笑道：不是我抠门，这泡的酒一餐不能多喝，否则会上火。咱喝点这个也不错的。说来说去还是得喝，还好张哥之前定了调子，1人4杯，4杯结束。神奇的是，4人好像都没啥事。李刚看着精瘦，居然也是个酒桶子。咱吃点饭吧，别再喝了。林浩制止了栾哥要接着倒酒。张哥搓了一把脸道：早先说好的，现在也差不多了，反正他俩也不是明天就走。栾荣这才放下酒瓶，让自己媳妇出来给大家盛饭。饭后，张哥嚷着要去泡澡，林浩只得开口再劝，喝这么多酒进澡堂子，又是嫌自己命长。咋还没睡呢？进屋后，发现自己媳妇还在收拾东西。那2个小伙子怕不简单吧？咋这么说？村子带来的且，简不简单和咱也没关系，来者是且，咱礼尚不亏就行。放心，
村子不会亏待咱的。他以为媳妇是心疼今晚的花销，虽说这边物价低，但今晚这几道菜再加上酒水，300块肯定是打不住的。我知道村子敞亮，我也没你想的那么小肚鸡肠。看看这个，什么？那个叫林浩的送给咱的礼物。栾荣接过小盒子打开，发现好像是项链，质地银白色。这是项链，银子做的。他媳妇翻了个白眼，两样都没说对，一把夺过拿出来便套在了手腕上，看了眼，难掩面上的喜色。这是手链，白金的，你看这里面还有证书呢，8.2克。因为颜色的原因，很多地方把铂金称为白金。栾荣微微一惊，抬起媳妇的胳膊也细看了起来，好一会才道：这怕不便宜吧？前2天和堂媳妇儿刚买了一个戒指，4克多，听说是花了1288块，这么一算也近300块1克呢，那这条手链就值2500块。他媳妇估的还蛮准，现在的铂金价格很高，是黄金的2倍还不止，1克270往上，再加上工时费，这一条手链还真值个2500左右。这也太贵重了，我知道不该收，你明天还给人家吧，我就拿出来看看。他媳妇很善解人意，只是从手腕上解下来时动作有些慢。栾荣自然明白自己媳妇想要，接过盒子笑道：等村子这趟离开，咱就去市里，我给你买一条。别花那钱，傻透了，就是看着稀奇，又不保暖不顶饿的。女人的话多少有些言不由衷，栾荣笑笑便不再多言，看了眼旁边另一个更大些的盒子，是林浩送给自己的。这里面是什么？该不会送我的也是手链吗？你的就很普通了，是一个小皮包，看着像是真皮，上面还敲着羊马儿。栾荣打开看了一眼，包装还挺精致，盒子里还有一个薄皮塑膜袋子包住皮包，倒出来看了一眼，随即又往腋下一夹，就这么在屋里走了2步。哟，还别说，真挺像那么一回事。他媳妇打趣道。栾荣嘿嘿直乐，说实话是真喜欢，但这玩意一看就不便宜，交浅言深，初次收这么重的礼属实不合适。这怕也得值个好几百呢。这些都是小钱，你再看看这个，这2个小伙子是真大方啊。他媳妇说着，又将掖在被褥下的红包拿了出来，林浩和李刚各给2个，加一起总共是4个。多少？你自己瞅。栾荣放下包，顺手拿起一个红包，心想如果是个180块的，他就不打算退了，这是对方给孩子的，都退了，那是摆明不想和人相交呢。结果在手上一捏，他眉头就皱了皱，然后打开，手往里一掏，便是一小沓红票子。这得有2000吧2人肯定是商量好的，一个红包是1800块，4个都一样。这也太多了，加一起6、7千呢，这让咱咋收啊？栾荣面上带着一丝愁苦，不管是2件礼物还是4个红包，这里都太重了，不好收的，但一个不收还真是说不过去。你明天和村子商量一下吧，把东西和钱交给他，让他来锁。栾荣微微点头，媳妇这点考虑的周全。虽然得到了红包的数字，栾荣还是将手中的钱点了一下，片刻愣神道：不对呀，我这一份咋是1700块？明天你问儿子，这小家伙倒是精明，知道红包这么多钱肯定是留不下的，结果把自己的那2份红包各抽了100块出来，剩下的老实交给了我。臭小子，鬼精的。次日清早，院子里，林浩第2次进屋添衣服时，张哥就醒了，又眯了会他也就起床，刚进中屋就见西头栾荣推门出来。又不用收获，你咋不多睡会？阿浩起得早，已经在外边遛弯了，我也躺不住了。还有一位呢，还睡得时着呢。张哥笑着说道。栾荣看了眼门外，确定没见着林浩的身影，这才回屋将礼盒跟红包拿出来。大儿子抽出的钱，昨晚媳妇又加了进去。村子，这礼不能收吧？太贵重了。是啥？张哥昨晚也收了一个，是林浩给的，但只顾着喝酒吹牛，压根就没打开看过。认识不？我只念过骑册书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张哥笑了笑，手在皮包上来回摸了2把。这个是路易威登的，具体值多少我不清楚，但肯定不会低于5000块。多少？栾荣都惊出了鹅叫，这小皮包看着是不错，但又不是金粉刷出来的，咋能值个5000呢？我说的是最少是这个价，兴许是不值的。要说阿浩这眼光可以，这小皮包挺适合你的。栾荣慌不迭地摇头，这么贵，我更不能收了。张哥又倒出一个红包看了眼，其实也有些犹豫，让栾荣收下，这个人情自己就得记头上，到时看怎么还给阿浩。要是不让收，又怕栾荣多想。收着吧，阿浩不差这一点，况且咱要是把礼退了，这是赶人呢，不能这么干。可是咱咋回礼呀？咱这也没啥值钱的，
你我手头现在也没像样的三参，剩下的就是蘑菇木耳这些，人家也看不上。要啥回礼？栾哥，咱别把事搞复杂了，东西有价，情也无价，咱别拿钱来衡量程度。李刚推开门出来，说完还打了个哈欠。两人说话的声音不自觉的越来越大，这让李刚想不听到都难。见被人听到，两人有些尴尬，但李刚根本没察觉，依旧混不吝的道：栾哥，那个甘霖蛙现在能买着不？我走时要带几斤？有，这事你甭管，到时我给你准备着。李刚也不推辞，看向张哥道：今天咋安排？对了，阿浩呢？阿浩遛弯去了，等他回来咱商量一下。今天我看先别上山了，让荣子再叫几个人，咱明天去，再带2支土枪，这样安全些。正说着，林浩进了屋，看到张哥第一句也是问今天的安排。咱4个还不够？按说是够了，但现在正是熊瞎子和二妈子贴标的时候，咱4个还不定真安全。熊瞎子我知道，二妈子是啥？咱这就是这么称呼老虎的。张哥给解释了一句，又看向栾荣，再叫2个吧，把小战跟龙子带上，刚好他俩家都有土虫。东北虎不是国家级保护动物吗？还能用枪？林浩颇为惊异。栾荣和张哥一时之间也不知该怎么回复他，是保护动物不假，但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被他袭击吧？一般是对空地放枪，要是吓不退他，那就只能往身上招呼了。老虎死，总好过自己变成虎巴巴吧。今天不上山，自然也不会闲着。张哥和栾荣一合计，打算带着他们去打鱼。阿浩，这可是你的老本行，今天有没有河鲜吃，就看你的了。李刚拍着林浩的肩头，那个饭就像是在说：小同志，要多加努力啊。林浩没好气地将这货手拍开。李刚脑回路清奇，突然又想起一事，问道：张哥，老虎的屁股真摸不得。张哥哈哈大笑，不知道，反正我没摸过，咱赶明运气好碰到，你要不上去摸一把？栾荣的媳妇已经做好了早餐，这回他的心情那叫一个美。自己老爷们说了，那些礼都可以收着，那自己可就有一条白金的手链了，可比荷塘媳妇那戒指要重得多，一个顶他的2个。早上煮的是大碴子粥，还有栾荣出去买的油条和烧饼。昨晚酒都喝了不少，清早一碗粥不仅养胃还舒服。林浩只一口便喜欢上了这个粥，里面的主食材是玉米茶，又加了些花生仁和白糖，软糯香甜。阿浩，你这饭量可以啊，我认识不少南方人，他们可没这么好的饭量。张哥见林浩盛第3碗粥，又拿起第4根大油条，不免有些吃惊。后悔叫我来了吧？林浩咽下嘴里的油条，笑着回应：吃能吃就多吃些，能吃是福，不够我让荣子再出去买，不知道什么。栾荣媳妇笑着说道。